欢迎回来。11月18号上午，亚太经合组织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泰国曼谷开幕，这是2019年以来 Apec 成员首次线下聚首。此次会议以开放、联通、平衡为主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引用泰国谚语"撒什么种子结什么果"，表示 Apec 成员应精心栽培、共同呵护、培育亚太共同发展的繁荣之花。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亚太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也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之源。过去几十年，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亚太合作早已深入人心。现在，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亚太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突出。新形势下，我们要携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再创亚太合作新辉煌。习近平提出4点建议：第一，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建设和平稳定的亚太；第二，坚持开放包容，建设共同富裕的亚太；第三，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建设清洁美丽的亚太；第四，坚持命运与共，建设守望相助的亚太。习近平指出，要以战略和长远眼光看待亚太合作，维护亚太经合组织在区域合作中的主渠道地位，维护亚太合作正确方向。要秉持亚太经合组织的宗旨原则，不断深化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发扬大家庭精神，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朝着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不断迈进。习近平强调，上个月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举行，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中国愿同所有国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中国将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继续同世界特别是亚太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泰国媒体积极评价中国在 Apec 框架中的作用。数据显示，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比其他 Apec 成员加起来还要多。泰国曼谷邮报认为 Apec 离不开中国。该报高度评价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 Apec 愿景，指出中方支持的真正的多边主义正是亚太经合组织所需要的。泰华新媒体协会执行会长、泰国头条新闻社社长郭蕊告诉深圳卫视记者，中国领导人已经成为了泰国媒体上绝对的明星，唯一的主角，最闪亮的明星，用这样的标题来报道。泰国的媒体也评论说，这次美国的拜登总统没有到来这次的 Apec 会议，是在这一次的世界舞台上，使得中国的形象明显的占了绝对的优势。而这一次的来访是中国影响力的一个强势的回归，并且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将成为新一代的地域领袖乃至全球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日本经济新闻指出，近日于 G20 峰会期间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起到了为中美关系乃至国际地缘政治局势降温的作用，并对本次的 Apec 会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也让各方对亚太大家庭3年来首次线下聚首有了更高期待。主办方泰国介绍，希望通过今年的会议，帮助各经济体在应对潜在衰退、促进贸易投资、改善供应链以及减少地缘政治冲突影响等方面取得进展。It was a very good sign.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nd to supporting the caus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se two biggest world economies.在18号对商界领袖的演讲中，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承诺进一步致力于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深圳卫视注意到，和拜登在印尼巴厘岛 G20 的讲话一样，哈里斯在泰国曼谷 Apec 的讲话也丝毫不提选边站队和脱钩断链等美国方案。哈里斯重复了美国回来了的说法，他表示美国在该地区有着深厚的利益关联。与脱钩断链相反，哈里斯甚至还谈起了合作。他将亚太形容为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或许透露了美方希望合作的目的。他进一步表示，加强我们在该地区的经济关系，并与私营部门合作是美国的首要任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哈里斯在演讲中没有提到中国，但他推动了美国对抗中国影响力的举措，即美国政府今年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以及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但是，深圳卫视曼谷特派记者注意到，美国的影响力在本届 Apec 会议明显减弱。在哈里斯发言时， Apec 新闻中心的记者反应并不热烈。有美国记者表示，拜登本人选择缺席这一重要国际多边会议是个错误。据悉，拜登在参加完印尼 G20 峰会后就直接返回美国。白宫前几个月宣布这一安排时，曾令泰国媒体一度哗然。有泰国网友发帖称，拜登去了柬埔寨金边，又去了印尼巴厘岛，在亚洲的3场重要国际多边会议中，唯独漏掉了泰国 Apec， 这是对泰国的极大不尊重。这也让泰国外交部一度陷入尴尬。其后，美方又就此事给出了一个美式理由，拜登是要回家参加孙女儿的婚礼。实际上，还有美国媒体爆料称，拜登的生日是11月20号，今年也恰逢他80高寿，但拜登本人的年龄和健康经常遭到特朗普等政敌的攻击，因此拜登本人并不希望高调过生日，而是给出了孙女结婚的理由。但有美国媒体对此评论称，拜登宣称美国回来了，但他本人却走了。泰国前外交部长卡希特最近表示，这将在东南亚强化一种看法，即美国太忙、太疏远、太冷漠。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注意到，美方提出申请，希望成为明年的 Apec 主席国。实际上 ，Apec 会议上一次在美国举办是在2011年，距今并不遥远。因此，美方还是一定程度上重视亚太区域国家的。只不过，美方的脱钩断链、选边站队等主张，注定在亚洲国家没啥市场。因此，美国更愿意在本土接见亚洲国家领导人。当地时间11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曼谷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这是两国领导人3年来举行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中日双方就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达成5点共识，并谈及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双方应该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岸田文雄回应表示，日本的发展繁荣离不开中国，反之亦然。习近平指出，今年中日双方共同纪念了邦交正常化50周年。50年来，双方先后达成4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重要共识，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给两国人民带来重要福祉，也促进了地区和平、发展、繁荣。中日互为近邻，同为亚洲和世界重要国家，拥有很多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也不会变。中方愿同日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好两国关系大方向，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习近平强调，双方应该以诚相待，以信相交，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原则，总结汲取历史经验，客观理性看待彼此发展，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体现到政策中去。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基本信义，必须重信守诺，妥善处置。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不接受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习近平强调，中日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增信释疑。在海洋和领土争端问题上，要恪守已经达成的原则共识，拿出政治智慧和担当，妥善管控分歧。双方要继续发挥地理相近、人文相通的独特优势，开展政府、政党、议会、地方等各渠道交流交往，尤其要着眼长远，积极开展青少年交流，塑造相互客观积极认知，促进民心相通。习近平指出，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要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财政金融、医疗养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等方面加强对话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两国应该着眼各自长远利益和地区共同利益，坚持战略自主、睦邻善邻，抵制冲突对抗，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共同把亚洲发展好、建设好，应对全球性挑战。岸田文雄表示，去年10月我们成功通话，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日中关系达成一致。目前，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正在逐步恢复。日中作为近邻，互不构成威胁，需要也应该和平相处。日本的发展繁荣离不开中国，反之也同样。日方欢迎中国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做出积极贡献。日中合作拥有很大潜力，两国对地区和全球和平繁荣负有重要责任。日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实现日中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在台湾问题上，日方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做出的承诺没有丝毫变化，我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沟通，共同引领日中关系的正确方向。双方一致同意保持高层交往和对话沟通，增进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加强国际地区事务协调合作，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稳定和建设性的中日关系。双方团队迅速落实中日领导人会晤达成的共识。在曼谷，双方团队经过磋商，就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达成5点共识，包括：一、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也不会变，共同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原则；二、尽早举行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加强合作，共同为企业提供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三、积极评价今年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系列活动，尽早举行新一轮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会议，积极开展政府、政党、议会、地方及青少年等交往交流。四、尽早开通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加强防务、涉海部门对话沟通，共同遵守2014年4点原则共识。五、共同肩负维护国际地区和平与繁荣的责任，加强国际地区事务协调合作，努力应对全球性挑战。外界注意到，这5点共识提出的尽早开通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加强防务涉海部门对华沟通，受到舆论高度关注。分析认为，这是中日两国管控海上分歧的实际举动，为中日关系注入稳定性。中日两国推动这种合作，应该从以往的双边层级迈向更高的层级，就是说为地区包括为世界做出更多积极贡献，特别是在当前这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复苏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那么作为地区的重要2个国家，中国和日本携起手来进行合作的话，那么无疑将为整个地区发出一个积极的信号。中日经济韧性十足。日本财经媒体日经新闻近日发布一项超级计算机模拟两国经济脱钩断链的结果显示，如果中日间80%的零部件进出口遭到破坏，日本的家电、汽车、服装和饰品产业都将陷入瘫痪，造成的损失约合人民币2.6万亿元。约等于日本 GDP 的10%。主持这项研究的早稻田大学研究团队的结论指出，这种后果不堪设想，是日本经济难以承受的。在经济和技术合作领域里面，中日两国还存在着比较大的空间。日本的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石仓先生在记者会上表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所以作为日本的经济界，希望同中国保持继续合作的态度和立场。我觉得这应该是日本社会尤其经济界对于中日关系的一种期望。据日本外务省消息，此次会谈时间大约为45分钟。会谈结束后，岸田对日媒表示，为构筑具有建设性和稳定的中日关系，当天的会谈是促进双方对话的良好开端。日本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头版头条开登了中日首脑会谈的消息，并对于这次会谈予以了积极的评价。两国关系如何在新的一个历史时期寻找一个新的发展，确确实实这一次的首脑会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中日两国确认了大家要进一步发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同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里面，两国进一步推进合作也得到了确认。上一次中日领导人会晤是在2019年12月23号，当时习近平在北京与到访的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在过去的这3年，新冠疫情蔓延，大国博弈加剧，美国强化印太战略，日本首相2度更替，中日关系波折不断。但外界注意到，面临诸多不和谐因素，中日关系仍展示了较强的韧性。去年10月4号，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之后4天，习近平就与他举行了电话会谈。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阳向深圳卫视记者表示，这次的面对面会晤对于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对中方而言，这是中共20大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部署之后，中日领导人的首次交谈。对日方来说，也是一个重新思考对华外交平衡利弊得失的机会。
通过这次会谈，其实有助于让日本方面了解中共20大之后中国外交，包括中国对日本对中日关系，包括对世界外交的一个总体看法是怎么样的，有助于增进日本对我们中共20大胜利闭幕以后的总体精神的理解。外界注意到，在与岸田文雄的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信任的信字，以信相交，基本信义，重信守诺，增信事宜。实际上，中日同属儒家文化圈，深受重信守诺的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由于历史原因，中日近代史上有一些纠葛，因此重信守诺、以诚相待就成为双方和平相处的根基。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的重大原则问题。习近平这次对岸田再次强调，日方必须重信守诺，妥善处置。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不接受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对此，岸田文雄作出承诺，在台湾问题上，日方在日中联合声明中作出的承诺没有丝毫变化。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卸任后，针对中日关系释放了一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论。他曾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这番言论性质恶劣，将中国最为敏感的内政问题与日本甚至日美军事同盟挂钩，受到中国舆论的口诛笔伐。外界注意到，岸田虽然没有如此激烈的言论，但他仍不断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13号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第17届东亚峰会上，岸田再次妄称反对单方面试图改变印太现状，并重新确认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中国外交部当时回应称，如果有关国家真心希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与中方一道明确反对台独。不过，对于岸田政府在国际场合炒作台海问题，但大多数日本民众并不支持所谓协防台湾。最新民调结果报道称，74%的日本受访者反对日方介入台海。要让日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走得太远，不要做出这种玩火自焚破坏中日关系这种底线的一个举措吧。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就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提出4点建议。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中国最高领导人17号在 Apec 工商峰会发表书面讲话提出整个亚太地区的时代之问：世界向何处去？亚太怎么办？我们必须给出答案。那么今天的重要讲话是中方响应国际社会，尤其是亚太地区的高度期待，继续就亚太时代之问来给出中国答案，奉献中国智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元首昨天和今天的讲话2次提到亚太奇迹，那么这其中大有深意。我个人认为，对这一概念本身，实际上也有必要来做厘清内涵。那么，如果单单是从西方语境来看，从传统的政经观察的视角，那么亚太奇迹就是指日本在2战之后的经济腾飞，以及它所带动的雁行模式，以及之后以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为代表的亚洲4小龙式的经济腾飞。但是其实无论从经济体量还是发展成就来看，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式的发展都堪称是亚太奇迹的最大的缔造者与贡献者。那么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它的全面推进与最终的实现，未来还将会缔造亚太奇迹的更大的传奇。那么正如中国元首在昨天的书面讲话中所阐释的，迄今世界上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总数不超过10个亿。那么中国14亿多人口实现现代化，将是人类发展史前所未有的大事儿。那么这当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亚太新的发展奇迹。那么对于地区乃至整个世界，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今天中国元首再度重申，愿意继续同世界，特别是亚太分享。那么就此而言大国领袖的洞见观瞻与智慧决断，成为亚太区内的共同的期待。中日领导人曼谷会晤，外界高度关注。中日双方就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达成5点共识。那您对此有何解读？中日领导人曼谷会谈不超过1小时，但是这一次会晤确实为中日关系稳定并且重启，乃至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在极力对外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他在会晤之后明确向记者表示，体会到让日中关系向前迈进的积极的氛围，赞扬这一次会谈开了一个好头。习近平在会晤中指出，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也不会变。他强调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发展，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体现到政策中去。那么日方的政策有没有体现这样的政治共识呢？日方到底有多大的独立性与自主空间，把这样的政治共识落实并体现于政治决策中呢？众所周知，日本有所谓越顶外交的提法，而这个顶无疑就是美国。如果我们关注此前岸田文雄在东亚系列峰会期间的涉华表态，包括一些个攻击性的提法，显然与互不构成威胁的这样的认知判断是有不少距离的。所以中国领导人强调，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涉及到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基本的信义，必须重信守诺，妥善处置。回顾这些年中日关系的起起伏伏，这两个领域确实也是中日关系的最大的两个雷区。日方处置不当，或者在对华承诺与信誉上打折扣、搞算计，那么中日关系必定会出状况。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此次领导人会晤之后，双方还发布了经过磋商就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达成的5点共识，见证亚洲前2大经济体确实有管控双边关系的意愿。那么在执行层面呢，也确实有对话沟通的实质性的行动与进展。我们就共识内容来看，既有对两沪政治共识的再度确认，也有对恢复中日高层经济以及人文对话的动议的推进。尤其在高度敏感的海上议题上，双方也确认要尽早开通防务部门的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那么这对两国管控海上分歧、缓解战略互疑，无疑是很有建设性的实招举措。好，谢谢广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在印尼巴厘岛 G20 和泰国曼谷 Apec 期间，习近平密集会见多国领导人，元首外交将如何推动构建国际关系新格局，又将为稳定全球产供链及化解地区安全问题提供哪些中国方案？此外，最值得关注的是，中美元首外交下达的加强两国工作团队互动的指示也快速得到落实。14号会晤时，中美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外交团队保持战略沟通，开展经常性磋商，同意两国财经团队就宏观经济政策、经贸等问题开展对话协调。随后，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表示欢迎。很快，中美两国财经团队就在巴厘岛落实元首会晤精神。16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G20 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了美国财长耶伦，就相关经济金融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建设性的交流。这场会见在两国元首会晤后仅2天进行，也让外界进一步期待中美外交团队之间的磋商进程。美方也迅速向新闻界回应了这一关切。17号，在泰国曼谷参加 Apec 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透露，美国总统拜登责成他明年初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在两国元首早前富有成效的巴厘岛会晤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布林肯表示，需要与中方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以避免冲突，共同应对气候危机和卫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以及讨论各国关注的区域事务，包括卫生安全、气候变化、宏观经济在内的全球事务。布林肯还透露，因为访华计划是几天前刚刚达成，他们还在研究确切的访华时间，相关行程预计在几周内制定。有美国媒体指出，中美财经和外交团队落实元首会晤精神的速度之快远超外界预期，显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的引领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也显示双方都是有备而来。还有分析指出，双方深知中美关系对全球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两国保持多领域机制性对话，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双边关系。元首就做到了线下的会晤，就说明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认识到了中美关系这样一个双边关系它的重要意义。首脑会晤之后，肯定需要有执行层面的，这样一个官僚体系的具体的落实。所以说，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明年初的这个访问呢，应该是必须的不然的话很难具体落实首脑的这个共识。
梳理习近平连日来的会晤和会见对象可知，这些国家很有代表性。从地理位置看，覆盖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从距离上，有世界上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阿根廷，也有同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和韩国。从发展阶段来看，既有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也有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塞内加尔。各国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难题也不同。但毫无疑问，这些国家都在改善或者进一步提升对华关系方面有与中方相向而行的意愿和言行，说明中国在亚太这个经合组织这样一个组织、这个地区甚至全球组织中，中国的分量、中国的这个价值、中国的引领那疫情之下3年的疫情之下，全球经济、地区经济都受到了很大的重挫。唯独中国这个贸易对外出口是十分强劲的，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这个世界经济它严重依赖中国欧洲曾长期是全球最大经济体，但这些年来，在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欧债危机，以及近日的俄乌冲突导致引发经济衰退之后，欧盟成员国的经济总量低于美国。欧洲商界近年来不断发出要求和中国深化经贸和投资合作的呼声。在习近平与马克龙会见后，法新社、回声报等多家法媒援引马克龙的话称，他愿意为恢复与中国的合作提供新的动力。实际上，马克龙本人访华意愿强烈。今年7月就有欧洲媒体透露相关信息。法国驻华大使罗良近日表示，理解中方难以协调时间，并透露马克龙指示他们促成在明年尽早访华，而且要求是最好每年一次。欧洲大陆的这个欧洲国家很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他们对待美国呢可能有更多的这种警惕，希望借重于中国呢这个在国际事务中增加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可以减少来自美方的压力。实际上，马克龙的态度是欧洲主要经济体的缩影。有意大利媒体指出，刚上任不久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与习近平会晤时接受了访问北京的邀请。彭博社称，梅洛尼告诉习近平，意大利正寻求加强两国贸易关系，包括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路透社称，习近平也向荷兰首相吕特发出访华邀请。吕特此前曾表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更复杂，但他将继续寻求与中国对话。英国卫报表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接触表明，他们乐于继续与中国做生意。美国政治就在报道亚洲的这几场重要多边会议时表示，每位欧洲领导人都想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1对1会谈。土耳其广播电视台在17号的报道中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与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会见的同时，欧盟领导人却不在此列。实际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赴亚洲出席多边会议。土耳其广播电视台在分析原因指出，近年来欧盟主要几个机构的领导层都对华不甚友好，他们追随美国的印太战略，推动欧洲经济与中国脱钩断链，在5G 的问题上态度尤其明显。此外，在德国政府近期批准中资企业收购汉堡港福地集装箱码头少数股权一事上，欧盟方面也施加了较大压力，更不要说欧盟领导机构在放任欧洲议会在所谓人权、涉港、涉疆、涉藏以及最为核心的台湾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法国政治分析家菲利普·勒科勒关注到，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以前中国领导人总是去欧盟，现在我们回到了双边关系上。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近日口风有所改变。他在赴巴厘岛 G20 之前宣称，欧洲需要重新平衡欧中关系，以避免在创新性技术等领域过度依赖中国。但他也承认，欧洲需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1年前，中资企业文泰科技完成了对英国一家半导体公司的收购，在持续的投入帮助该公司扭亏为盈后，实现了净利润的较大幅度增长。这是一起典型的双赢商业合作案例。但是1年后，英国政府却强行要求中资企业出售大部分股权。更为荒唐的是，其依据的是一部今年1月才生效的法律。说好的契约精神呢？说好的法不溯既往的现代法律基本原则呢？
10月16号，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中企文泰科技旗下安氏半导体出售其2021年收购的英国半导体公司纽波特晶圆厂至少86%的股权，恢复至2021年收购后者时仅有的14%原持股比例。英国政府还声称，上述命令的依据是英国国家安全与投资法案。荒唐的是，这部法律是今年1月才生效的，但中资企业收购纽波特晶圆厂的时间是去年7月，这违反了法不溯既往的现代法律基本原则。为此，这部2021年国家安全与投资法案授予英国政府5年的追诉权。有分析指出，这部法律很显然就是为了插手中资企业并购纽波特晶圆厂而量身定制，这在世界法治史上也是罕见的。有英国经贸律师分析这部法律条款后认为，这赋予英国政府对评估商业项目是否有国家安全风险规定了高度主观和模糊的标准，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为掩盖政治化决定留存了巨大空间。那如果什么事情都以国家安全来为由的话，那我个人觉得那就进入一个就是没有办法进行逻辑自洽，没有办法进行这个申诉跟管理的这样一个区域。我觉得这会给未来的这个整个国际经济、贸易、投资、技术交往、人文交往带来巨大的这样一个障碍。作为上市公司的义务，安氏半导体的母公司文泰科技18号披露相关信息，并表示，经评估，纽波特晶圆厂的收购金额、收入及净利润占公司相应指标的比例均小于1%，对公司影响较小。纽波特晶圆厂目前的产能贡献对公司生产经营亦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未来的晶圆产能增加，主要通过安氏半导体英国曼彻斯特和德国汉堡晶圆厂的自有产能升级、扩充、外协等方式实现。18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英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直接干预中国企业在英国的正常投资合作，损害有关企业的合法权益，此举违背英方向来标榜的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英方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资企业安氏半导体在回应英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时，表达了对纽波特晶圆厂收购项目在已经通过了2项安全审查，依然在1年后被强令剥离股权表示震惊。声明还表示，为了解决英国政府此前提出的担忧问题，公司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包括不开展可能会引发担忧的化合物半导体业务，以及让英国政府可以直接控制和参与纽波特晶圆厂的管理。但英国政府并未与公司就此事进行深入对话，更没有到纽波特晶圆厂调研就直接做出忽略工厂500多名员工利益的措施。安氏半导体英国区域经理托尼·维斯卢吉表示，将对英国政府采取法律行动来捍卫员工的工作权益。维斯卢吉还遗憾地表示，这说明英国政府已经向商业关闭了大门。纽波特晶圆厂位于威尔士州，创立于1982年，是英国最大的晶圆厂，主要生产8英寸的晶圆。实际上，这座工厂规模并不大，安氏半导体收购时仅花了63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5亿元。当时，纽波特晶圆厂由于连续多年经营陷入困难，且前景并不被看好，因此股东决定出售剩余的86%的股权，以求套利。而中国企业文泰科技旗下的安氏半导体注册地在德国奈梅亨，此前已经拥有纽波特晶圆厂14%的股权，但泰迪的股权并无话事权。但纽波特晶圆厂的业务与中资企业的产供链具有高度互补性，因此公司决定发起收购。中资企业的收购盘活了纽波特晶圆厂的产能，该厂在被收购之前1年还净亏损1861.1万英镑，但1年来已经大幅缩窄。今年前3季度亏损已经降至约400万英镑。实际上，收购之后，中资企业对纽波特晶圆厂增加了8000万英镑用于设备升级。工厂所在的威尔士政府对此表示公开欢迎。英国舆论也承认，是中国的投资救活了这家长期亏损的工厂。中资企业去并购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解围，对英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有好处的。但英国现在要把这个案子给否决掉，我个人觉得短期内对英国经济包括相关企业一定会带来负面冲击。那一些企业，那我个人觉得，如果再没有找到新的企业来接手的话，我觉得这个企业可能会陷入破产。
相关企业或者这个工人也会下岗，那由此来削弱了整个英国可能在芯片或半导体行业的这个利好。就是既然这个英国会存在这么大的这样一个不确定性，那就一定会导致外国投资者对未来英国投资的信心会产生这样一个动摇。观察指出，英国政府针对中资企业的荒唐举措显示，在面对美国强推对华脱钩断链时，唐宁街10号展示出他们无法维护英国商界的利益的软弱。英国金融时报在这宗中资企业遭受不公正待遇时，发表了一则报道，受到外界关注。这家英国老牌财经媒体指出，美国搞脱钩断链，正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半导体企业却不得不承受利润风暴的痛苦。美国半导体巨头高通公司将本季度的营收指导数据大幅下调 25%。 另一家美国大厂超微半导体将本季度个人电脑处理器业务销售额同比下调 40%。 而站在半导体产业链顶端的英特尔则表示，计划到2025年削减100亿美元的成本，并将裁员数千个工作岗位。种种迹象显示，拜登想搞的半导体产业链回流美国已经宣告失败。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璇你好。对于英国政府强行要求中资公司撤销对英国纽波特芯片厂的股权投资协议一事，您怎么看？其实自从美国启动对华科技战之后，有关西方国家禁止向中国出售高端芯片，以及禁止中国企业对其芯片产业进行投资的事情已经是频繁发生，都已经算不上是什么新闻了。但是英国政府强行要求中资企业撤销对英国纽波特芯片厂的股权投资，这件事情还是做得太过分了，甚至是过分到了非常奇葩的地步。首先，过去一些西方国家往往会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在中国企业即将对其芯片产业进行投资或是收购芯片企业之前，强行否决并拒绝批准相关协议。然而这次英国政府这是在中国企业已经完成对纽波特芯片厂股权收购1年多之后，才强行要求毁约与撤资的。这就相当于是在人家2个人都结了婚生了小孩之后，才宣布你们原先打的结婚证无效，动用国家公权力弄得人家妻离子散。这种做法不仅是对企业财产权的粗暴干涉，更是毫无契约精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拆散这单涉及中资企业的股权投资协议，英国国会还专门量身定做了一个国家安全和投资法，并且破天荒地说明这个法律可以追溯到2020年11月之后完成的交易案。也就是说，连法不溯及既往的现代法律基本原则都不顾了，这哪里还有一点法治精神？我认为一叶知秋，英国政府的这个动作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控制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口袋正在越收越紧，甚至是不惜以坚壁清野的方式对中国的芯片产业进行围剿，对中国企业在西方国家的子公司严防死守。那在您看来，英国政府强行要求中资企业撤销对英国纽波特芯片厂的股权投资协议这件事情，又会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呢？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中，首先受到影响和冲击的应该是接下来中英关系。我们知道，早期的英国首相约翰逊曾经被外界公认为对华强硬派，然而由约翰逊政府批准的中国企业对纽波特芯片厂的股权投资案，居然被刚刚上台的英国首相苏纳克给推翻了。这有可能就意味着苏纳克的对华政策比约翰逊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接下来中英关系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或许中英两国领导人在20国集团会议期间临时取消会晤，已经反映出了中方的态度，反映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了，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件事情中，苏纳克政府的鲁莽行为要负上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背后真正始作俑者还是美国的拜登政府。苏纳克政府强行撤销中国企业对纽波特芯片厂的股权投资，实际上是拜登政府强硬施压的结果。而且据报道，在中国企业撤资之后，准备接盘的也是一家不愿意对外透露名称的美国企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美国除了将对中国的芯片禁令从高端领域往中低端领域蔓延之外，还准备向日本、荷兰、德国等国家施压，
要求他们也跟上美国对华芯片战的步伐，的确是会给中国带来相当严峻的挑战。因为今天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尤其是科技文明成果，都是建立在前人以及世界各国共同发明创造基础之上的。一块小小的芯片，既是人类科技文明的集大成，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既没有必要，也很难从零开始研发生产出自己的芯片。但是既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摆开了这样的架势，那中国也就别无选择，只能卧薪尝胆，敢于创新，在芯片制造和芯片技术研发上来同时进行突破。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波兰东部边境与乌克兰接壤的地区遭遇导弹袭击事件持续发酵，但此前一些西方舆论预测的罗生门没有出现，美国反而主动为俄罗斯洗刷冤屈。一家美国电视台还指责乌方撒谎。那么，为何西方口风180度大转弯？美西方这次不挺乌克兰，会影响后续的军事援助吗？来看分析。爆炸发生当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指责爆炸事件是俄导弹恐怖袭击，但波兰谨慎对待事件。Jest niestety wysoce prawdopodobne, że jeden z pocisków, które były wystrzelone przez ukraińską obronę przeciwrakietową, no niestety spadł po prostu na naszym terytorium。白宫国安委员会发言人当天称，美方认同波兰的调查结果。正在印尼参加 G20 峰会的美国总统拜登周三紧急在巴厘岛召集7国集团成员开会协商，在协商后，拜登力挺波兰。I don't want to say that till we completely investigate, but it's unlikely in the minds of the trajectory that it was fired from Russia。不过，当天泽连斯基仍然坚称涉事不是乌克兰，并要求参与事件调查或者进入现场，但遭到波兰方面拒绝。美国媒体注意到，在这一问题上，美西方对乌克兰政府的耐心已经耗尽。周四，拜登刚结束 G20 峰会之行，回到白宫，他直接否决了泽连斯基的说法。What's your reaction to President Zelensky saying that the missiles that landed in Poland were not Ukrainian? That's not the evidence.跟随拜登，美国新闻界也迅速扭转风向。此前在直播中表示导弹是俄方发射的美国福克斯新闻台，在直播中对播报假新闻表示道歉。主持人塔克·科尔森还怒斥泽连斯基在波兰导弹爆炸事件上不断撒谎。Again, that's not only untrue, it's a lie that could get millions of Americans killed. So you have to ask yourself, is it time to stop backing this guy? Could the risk be too high? He's lying on purpose to get us into a war?Maybe he's not worth supporting in the first place. Maybe he's just another corrupt Eastern European strongman in a tracksuit getting as rich as he can from American handouts. 对于美方快速就波兰导弹事件主动洗刷俄罗斯的冤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予以表扬。他说，与一些欧洲国家歇斯底里的回应相比，美国方面的反应显得更加克制和专业。在接连遭到美国7国集团的暴击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改变说法。他说，并非100%清楚事件全貌。更微妙的是，泽连斯基还一改近日乌方重新控制利曼和赫尔松以来的超强硬态度，首次表示愿意与俄方进行不关门的谈判，并删除了此前要求的审判俄方人员的要求。而在这次波兰导弹事件之前几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呼吁乌方考虑谈判，但乌方当时仍十分强硬。对此，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7号表示，俄方不反对与乌克兰谈判，但不接受基辅为启动谈判提出先决条件。而对于泽连斯基提出公开谈判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公开谈判并不存在。里亚布科夫认为，这表明乌方不愿意接受任何谈判。过去双方所展现的态度来讲，似乎俄罗斯是比较主动，希望谈判哦，而乌克兰本身之前仗着有北约国家的这个支持，其实泽伦斯基他的态度还是蛮强硬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他的态度也产生了一些变化。我认为极可能是后面的北约，特别是包括美国等国家，认为面对这个整个乌克兰那越来越恶化的形势，这个欧美如果要进行这个一样高力度的支援，它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很大。因此，可能在这个地方给予乌克兰一定的压力或一些暗示，